看关键时刻，今天美国司法部起诉了3个人。你说起诉3个人没有什么？没有，这件案子是全球都在关注的。原来这3个人竟然犯下了全球最大的晶片走私案件，就是这3个人。而且这3个人，这金额有多少？价值25亿美元。而且犯案的模式就是把辉达非常具有昂贵的晶片，透过第三方、第三地转到了中国去。而且你一定很难想到，他们犯案的手法是什么？竟然就是像你画面当中看到的，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的吹风机。就靠着吹风机，竟然可以把25亿的晶片转到中国去。而且这个起诉书里面，让我们觉得更害怕的事情是，原来美国早就锁定他们了。不仅你的人，不仅你的犯案手法，连你的犯案时间也完全锁定，就是在2024跟2025年。但是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既然都已经锁定人事物时间，你为什么不抓，而是在2026的今天你才把人起诉呢？对，我觉得川普目前为止所有的招式，其实都在之后呢，为了要川习会所做的准备。对，你们注意到他现在打伊朗。打伊朗上表面上好像是要打伊朗，但事实上是要控制中国。对，你看他今天见日本的这个高市，见日本高市谁会最不爽？中国，中国最不爽嘛。那今天呢？美国又起诉了3个人，这3个人里面来说话，一个包括说像是一个，他没有说是美超微，他说是美国一个上市的 AI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当然大家都说是美超微，他的创办人叫廖义贤。对，然后还有美超微台湾区的这个业务经理张瑞昌，还有一个台湾籍的这个承包商孙廷伟，3个人呢被处以重刑，他们3个人被美国起诉，然后其中呢，这个廖义贤跟这个孙廷伟已经被逮捕了。对，那张义昌呢逃跑了。对，那目前为止来说话，他们目前为止在加州北区的法院出庭，然后这个预计如果真的假设被判刑，因为他们违反的是美国对于科技产品的管制，对，可能最重会被判到30年啊，这是相当重的重罪啊。对，你要想到，美国，那你看的这个起诉书就很奇怪啊。美国2024年就盯上他，对，2025年也说他们很大胆，那为什么现在才放出来？因为这也是要川习会，我要跟习近平算账的部分嘛。你们一直这样子不买我表面上要给你的 H200你不吃，你就这样偷买。他到时候就是要跟习近平说，你再不买 H200，你试试看。而且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没有被发现，对，我早就看在眼里，我要不要动你而已。对，所以你看，外媒来说最近有个报道，他说超级大国晋级受损，川普推迟峰会，习近平仍需等待。所以就是说，你看。显然啊，川习会2个人看起来的话，川普已经准备非常多大菜，一道一道准备都要来质问这个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当然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这个姿态。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美国司法部给的相关的起诉书里面，对，我们才发现，什么叫做美国的可怕在上面？他竟然把这个犯案的流程、手法、时间，甚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吹风机，对，连这种监视器的截图，你没看出他真的是拿一个吹风机，对，真的是用吹风机来犯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件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要是这样子的，因为中国想要偷这个辉达的晶片，但是美国不让他卖，那怎么办呢？他们就透过中介的人，也就是说美超微公司呢，他就是说，东南亚有人呀跟我们这个要货啊，所以要货的话，他就下单到美国啊。那美国来说话就组装，然后后来运到台湾来嘛。那台湾之后呢，就运到东南亚去，然后运到东南亚去了之后呢，就问题就出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公司。对，正好你知道吗？运到东南亚去的时候，他运到了2个地方，目前为止起诉书里面写了2个。一个是越南的养鸡场，对，另外是马来西亚的仓库，就是这个仓库应该是马来西亚的仓库。那他们怎么做呢？新的机器来，这是正常的机器哦，正常的机器。然后这是他们会做一个假的机器，对，假的在这边哦，正常的在这边，假的这边，然后他们把正常的标签，你有没有知道？事实上这里面都有辉达的标签啊，或者是什么标签，他把它标签撕下来，他是用吹风机那边对，先撕下来之后贴。为什么要用吹风机吹？是因为贴上去的时候，他们还要浇吹的时候，所以要用吹风机吹，让那个胶快速的融合。那它里面还写多巨细靡，他说一开始他们先拿工业电扇这边吹，对，工业电扇吹好像没有用的时候，导致部分的这个所谓标签受损之后，他们发现到说家用吹风机是最好的，所以他们这样吹之后，好，他把标签移到这个假的这个地方，所以假的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是好像是辉达的这个主机，对不对？对。但是正牌这个来说啊，已经没有辉达的标签，他就把这个出口到中国去了，对，就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假的留在这边来，假的机台，但是它有辉达的标签，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美国有在检查，对，所以他们有检查人员来哦。检查人员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不好意思哦，报告检查人员叫张兆和先生，我们现在这个机台里面的他们在做这个消毒啦，刚消毒完，里面有化学气体，你要去看吗？或者说我们现在作业很危险，你要去看吗？那这些人员来说的话，当然就不去看了。对。但问题是，美国政府都在盯你，盯得非常清楚啊，就这样子啊，美国都知道，那美国就拿到了这些画面啊，这些画面就是美国拿到了，他用这些画面就直接跟你说，你看。你就是这样搞啊！而且你看，有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他把标签拿到假的上面去的时候，尽管我真的是检查人员，我去扫，对啊，其实就是辉达的啊，我只要不把它拆开来看，他真的可以把我骗倒的。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哦。好，那你看为什么美国后来会抓到这些人呢？因为原本美国还破解了一个 Signal， 那我们很多人都用这个 Signal 当成是他们的这种加密的软体，对不对？因为主要是这个所谓的廖义贤，这个他们共同创办人。他们在 Signal 群组上面来说，就在那边聊天，聊得很愉快，说你看这个这样，然后他还说什么？有人传了一张照片，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廖董啊，他自己都在那边贴标签。我真的假的？真的、廖董拿吹风机在那边贴标签，所以美国就全部找。所以美国为什么敢去逮捕这个廖义贤？对，就他是涉嫌在这里面，他真的在涉嫌。不然的话，事实上原本来说，我跟你讲，原本大概会是台湾的分部的人。或是说东南亚公司的人会有问题，不会牵扯到廖义贤，就是因为廖义贤自己去那边贴标签，被他们在 Signal 上面讲那么开心，就完全不要扛了。而且这让我觉得很害怕、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这就跟我们刑案讲的一样，放长线钓大鱼。没错，我知道你有犯罪，但你后面一定还有更大的鬼。对，所以这些监视器他们一定都有拿到。当然，但我要不要抓你？我不要抓你啊，我就等你啊。对，我就说对，我是假这是真的啦 ，OK 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我要抓到后面那一只最大的鱼。对，所以显然你看赵和有办案的经验，你就跑司法，你就知道说，对他们就是这样，搞不好他们就是要抓出这个廖义贤，今天抓到就宣布破案嘛，就这样子嘛。好，那现在呢，美超伟就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共同创办人还有另外一个叫梁建厚，他常常来台湾。他说我不知道，美超伟已经完全否认。对，那为什么美超伟会影响很大呢？照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故事，美超伟跟辉达关系很好啊。对，美超伟就在辉达距离大约有没有开车10分钟？黄仁勋还帮他去站台过的。所以辉达马上也否认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跟你讲，没有错。现在美国很多 AI 公司都划清界限。那我就讲，这要给全世界一个警告，你不能够再这样子做了。我美国都看你看在眼里了哈。那我跟他讲。事实上也有人就说了，这个美国这个辉达这个所谓美超伟会中计了，还有跟中国也有关系。中国人害的。对，你看这是中国这个老板，他是北京的这个昆仑草的这个创办人叫苏迪，他是做什么？他其实是那种孵化器，他需要很多的显卡，就没想到他就自己在那边讲，他自己拍了抖音影片他说你看啊。我拿到这个辉达 H100的显卡，摆明了就是 H100是不能够用的。你这个灰名单，他还在那边炫耀，他还说什么？这个是我兄弟们带来的，对，没错。我有这些兄弟们很强，每一次货都非常多，对。结果这影片，对，就是这影片，对，害死了所有人。对，你看他还买了 H200，那这个最贵的显卡，什么这个到货的200片的其中一台，我刚拆开来，大家一会儿给大家看整个拆箱过程。你看，就这样拆，就拆的过程。来说话，照你看就被人家看到说他这个标签嘛，对，标签你把它放大，有一个圈圈，这个就是美超伟的标签。来，我们往前看，它里面拍到这个东西，货到底从哪里来？是，所以就因为有这个画面线索有了，对，我就开始去爬书，爬。果然被我抓到一大串。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一整个机台，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讲 AI 伺服器这整机台，机台里面就是有放这些。那你看后面有那个水冷跟风扇，就是要散热。他把它拆开，当然看到辉达的晶片嘛，对。但问题是组装是谁在这边呢？人家就看到，这就是美超伟，所以美超伟就这样完全中了，就这样。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美国会去抓这件事呢？你看目前为止 ，DeepSeek 开始出来的时候，你看 DeepSeek 2023创立没多久，你看从新加坡买的东西，晶片就非常增加非常多，所以就是说有人就说什么，这个辉达是不是就有人透过新加坡买了很多辉达的晶片，最后给谁用？给 DeepSeek 用，所以这等于是很多蛛丝马迹，让美国知道说必须要把过去这些歪风完全遏制住，不然的话，中国搞不好 AI 发展来说会起来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说，美国破获过非常多案件，还有什么案件呢？这是辉达的这个底板，对不对？结果后来呢，
这个他们怎么做？他们把这些底板的辉达的那些字眼完全抹去，弄了新的这个叫做 Sandyak，你看它的一个新的这个品牌，这样辉达的用这样子，他把这个名字抹掉，换成这个对 Sandyak 的这些品牌，怎么把辉达变成杂牌？对，然后把这个品牌呢输到海外去。对，那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被美国破获的。美国破获的是怎样？美国破获的时候是他们有这个也是盯上美国他们相关的人员，他们叫做守门员行动，然后就盯上他们咯。盯上他们的时候就好。他们准备要载货走的时候，那个警方人员还有 FBI 人就来了。来了之后，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马上就有人，因为他们也是用秘密的这个所谓讯息系统，马上就说跟司机说，反正你就说你们都完全不知道，然后同时之间，请你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全部都把它删掉。那当然后来被美国还原了嘛，就知道说，他们在搞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要输到哪里去？他们就是要输到中国去了。那美国也扣了这些人，所以他们搞了一大堆东西，拿吹风机在那边吹，贴纸，搞了一大堆。他们以为说美国傻呆都不知道，你早就被盯上了。对，所以我就讲，你看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说你们想，自从那中国不是有什么华为啊、寒武纪一大堆，人家可以用自己。我跟你讲，完全没办法。你看，这是半导体的分析师说的，中国的60%的先进的 AI 模型还要依赖辉达运作。短期完全无法取代。对，然后2024年一年非法输到中国的 AI 晶片，可能就介于1万颗到数十万颗，最少1万颗，对，最多至少数十万颗。你要想哦，太可怕了， 10万颗，一颗的晶片是3-4万美金哦，价值好几10亿美金哦，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数字相当庞大。这个走私金的，这个堪比那种很大额的这个走私，好，那我们就跟他讲。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对中国来讲的话，就当然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晶片不够，所以我就讲美国一直在盯你怎么获得我们中国的晶片。对，我们前一阵子不是 DeepSeek 不是说我们要发表这个新的这个晶片新的这个作业系统吗？就那时候美国不是就说，你看我们 Blackwell， 我们知道你有用 Blackwell 晶片哦。而且你Blackwell晶片可能集中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料中心，他都完全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说，为什么美国会知道这些事情？是现在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这些相关的这个案子出来，对，原来人家不仅知道，早就盯上你，你的一举一动放在哪里，用了多少晶片，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没错，那路透社当时有问那个相关人士，那美国政府知不知道？他说我们拒绝透露 DeepSeek 是如何获得这些晶片的。那你觉得美国政府知道？当然知道。然后他强调美国政策是我们不会向中国输送 Blackwell 晶片，所以显然是输送 Blackwell 晶片的你就是违法。对，就是这样说。那你看，当然我觉得中国人也是很爱炫耀。你看他们有时候都会自己炫耀，自己 po 在网络上。你看 H200大量的有到货，有需要老板来，然后 H100的交付，然后抖音还有一大堆的这个算力的这个，你看你要什么？所以我们只是上网随便去搜一下，一大堆这种辉达晶片的这种水货就直接进来的，对，你要买就过来看。所以这些人在美国的眼里都是你就是违法。DeepSeek 还做过什么事呢 ？DeepSeek 之前还有走私过，他们自己走私哦，自己走私到这个中国来。他们甚至还有什么样？他们把完整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所谓的弄掉，他们把它拆掉之后，走私业者把这个数据中心拆开哦，拆开之后分门别类的进去，一个一个带进去哦，最后到这个中国去组装起来。所以他们还搞这种事，原本是装好的，我把它拆掉，我负责带 A， 你来带 B， 他来带 C， 大家一起进去。对，到中国之后，大家再组合起来。对，是 DeepSeek 来主导的。所以我就说，你看 DeepSeek 也要干这种事啊。所以那这个显然他们自己的这个技术能力来说哈，到底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哈。那尤其是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刚好公布财报，那阿里巴巴公布了很不好的财报之后，股价大跌。你看股价大跌6.2%。那这几天来说，腾讯也公布财报，也是不太好。对。那为什么会这样？你看这是国外媒体的报道 ，Bloomberg 报道，他说阿里巴巴集团跟腾讯控股的时候呢，24小时之内损失了660亿美金的市值。因为事实上，我就讲，我们就说美国的这个资料中心呢彼此竞争的，但是中国资料中心是彼此内卷。为什么内卷？我们给大家讲，我们之前不是说吗？他们在过年期间，过年期间他们丢了一大堆，不是 ABC 什么这个。京东也有发红包，大家都在发红包，所以你看哦，他们奖励用户一大堆，就花了很多钱。他们你看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在假期补贴大众，至少损失10亿美金。对，这10亿美金是要直接给你的耶，10亿美金就要花掉了。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说什么？他们还要一直不断的投资啊，因为我跟他讲，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把AI 的投资
并没有获利，而且他们都一直在瞎搞，对，胡搞瞎，然后算力一直不断的砍价之后呢，就目前为止没有办法交出成绩单。所以这个分析是说，目前市场容不下任何一点的不完美，也就是说你的财报也没有出来，然后你们还损失了这么多钱，一直在补贴。真的是用补贴跟砸钱的方式，你看。它原本才24 N， 然后一砸钱41，对，原本84，这个砸很多，对，直接变成145了，对，就是用户增加嘛，对。但是你要砸钱，但是问题是你增加，照我问你，他们增加出来有任何收益吗？没有啊。那但是他们要投资，我跟他讲为什么会对中国来说压力很大？第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这些公司可能会完蛋？好，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只能够从什么跟美国买 H200，对，那问题这是合法管道。那H200的话，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才想要用 Blackwell 或者是用什么？但问题是你要比市场拿贵3倍的价格，对，因为你要黑市。那问题是，中国真的这些公司只能够买这H200，一定不是，他未来一定还是要买最新的，不然我怎么去追赶美国的那些作业软件？不行嘛。所以来说，显然他们会面临到你的晶片来源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川普会在整个川习会上面会跟他讲这个问题。你到底未来要怎么样做啊？对不对？那尤其是我跟他讲，目前为止，黄仁勋的说法是这样，他说，H20呢，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放行了，对，但现在就是等中国核可。如果中国核可的话，我们就可以把H200呢卖到中国去。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 GTC 的时候呢，辉达不是有推出一个 LPU 吗？就是 Grok 的 AI 技术叫 LPU 哦。那 LPU 他就说，我们也准备要为中国设计一款 LPU 啊。你知道，他设计出来之后，中国的晶片公司被他打得更惨啊？为什么？你知道这个 LPU 要做什么吗？LPU 简单来说，它就是做语言的模型，所以这些很多中国晶片，大家就会被干掉，什么寒武纪啊、摩尔线程这些就面临到很大压力。所以来说，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黄仁勋的技术来说，已经几乎是可以让中国的所有的这个 AI 公司可能会挂掉。那这也是中国不愿意的。对，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中国跟美国的 AI 晶片大战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另外第二个是什么？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啦，你不是想要这个习近平不是想要挑战川普吗？对。但你看现在川普是不是一直晾着习近平？对。他说，原本3月底要去，他说现在他直接跟这个高市见面的时候，就有记者问他，他说大概是5月中吧。对。所以呢，他就一直让他等。也就是说，过去习近平都一直说是东升西降。对，但是问题是从2026年以来没有这样，为什么？我们先跟大家讲，2026年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是何立峰，他跑到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互相合作，但没想到外界反应平平，因为川普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根本没有在理中国嘛，对。然后另外他搞伊朗的时候，你看现在中国压力非常大。然后搞掉委内瑞拉，对，然后他现在又在跟日本交好，你看又对川普习近平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说，北京幻想的愿景是后西方时代的时候的东升西降，但没想到从2026年开始之后，他说中国或许已经做好重塑国际秩序的准备，但眼下还是只能够被动的应对一位一心颠覆秩序的美国总统，就是川普还是这个世界的玩家跟大赢家，所以他今天只能被动的等待，对，没错，他不能出击了，对他只能够等待说川老大你什么时候来见我，川老大你什么时候来见我？你看他安排一切都是很刻意嘛，他为什么要先在这个去日本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要先见到高市？对，表示什么？我高市对我比较重要嘛。那我们来看。那他现在跟高市的见面之后，大家是会不会拿他跟高市的见面跟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见面来比？对，然后一比就是说，美国还是跟日本比较好，跟中国那两个好像若即若离，是吧？我就说他一切都是为了要到时候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对，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好好慢慢的谈，很多账要跟你好好的慢慢的算。文哥，我们刚刚看到今天美国司法部对美超微来动了这个手，刷了三个人。结果你说这件事情只是在警告什么？所有 AI 圈、所有科技圈人好好看着，因为美国会这样子看。结果你跟我讲一个观点，吓一跳。你说美超微这件事情可能只是第一次哦，它前面还有非常多的讯息，有非常多的迹象可以看。尤其这一张照片，当时我们也讨论非常久。为什么黄仁勋的密会会被拍？你说这也或许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对，今天美超微的事情，其实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到结果了。甚至台湾的所有的科技圈的人，现在很多人靠 AI 发大财，股票上万的，股票7000、5000的人看到这张照片，
都知道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坚守我的立场，对，只能守住对美国的承诺。因为那时候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我跟黄仁勋非常私密的场合，竟然完全都在美国监控中。这个是黄仁勋，这个是爱丽丝黄乐，再来是黄仁勋他儿子。那旁边有很多台湾科技圈的人。都会觉得很莫名的，怎么被拍？我的包括这个酒吧里面，包括我去跟他私处，每一张照片，每张照片都被记录，做了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所以大家都提了一件事情：我今天 AI 可以发大财，但是我一定要纳头名状，一定要站稳你的立场，就是要站在美国队这边，不然你的下场就是美超伟。一边在抓美超伟的人的时候。一边黄仁勋这一次刻意把造研院搬到哪里去？搬到美国加州去，甚至把照片都公开给大家看，然后一样大家都看得到，包括我们伟创啊、鸿海啊、广达啊、伟影、和硕这些人都去了那里。3月18号晚上，通通都过来这里了。对，然后怎么还？这次黄仁勋还公布有50%全球多少家业者，然后21家台湾厂商在哪里？其实都在宣示一件事情是。这些人，我现在都让你看到，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遵守美国政府的法规，所以一边在抓人，一边好好让美国政府看到，不会再发生类似爱丽丝黄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到美国去，这个就是一个投名状，宣誓忠诚的。对，而且所有台湾业者也会让希望美国政府看到嘛，那就会一次都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了。像台北这样的私人聚会出现中国白手套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所以每个动作都充满意涵，每个人都在做什么？纳头名状，甚至连中国的小任正非、小华为，彭博说他现在也要纳头名状，甚至要加入美国队的阵营。这是彭博说的。中国的 TP-Link 的创办人要买川普的金卡，这个人叫做赵建军，他已经确定要拿100万美金无条件的捐赠来换川普的金卡。川普金卡真的是很厉害武器。我还说为什么这个 TP-Link 被称为小华为？你知道美国市场的你家的路由器，就是你要 WiFi 上网，不管是办公室啊、家庭，64%啊，65%。都是 TP-Link， 也就是说你要上网，几乎2/3都要靠 TP-Link。可是它是一个中国公司，所以它被称为小华为、小任正非。但是美国政府就在调查它，你是不是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简单来讲，他认为说拿到这些资料之后，你有没有东西会传到中国去？你的市占率这么大，你是有危险的。对，你在上网中，你是把资料大量传到网络，传给他的路由器，一样跟传给华为电讯设备是一样的。那传给路由器，他把它传回中国怎么样？因为网络系统是你做的，所以。阻断了华为之后，接下来就要阻断这个小华为 TP-Link。一边他申请金卡，一边把他的总部从深圳搬到加州的尔湾，甚至我表态说，我会证明国家的所有安全都符合你的产业标准，并愿意解决任何国安问题。所以买川普金卡是什么？是一种表态，要证明自己说。我会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一群的企业家跑到美国，这是投名状，买川普的金卡更是投名状。你怀疑的东西，我都能够告诉你，我也会跟中国切割干净。所以彭博要点名哦，现在是真心话跟大冒险哦。现在真心话是我加入，我买川普金卡，这个叫真心话嘛。可是彭博要讲清楚哦，他在调查说。TP-Link， 你还是在中国制造跟研发，那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你一边要表态真心话，一边要大冒险，你是不是要把你工厂跟研发搬到加州的尔湾，甚至你的工厂制造以后要接受美国的检查，这样才会完全符合了美国的标准嘛？那我还说，这个 TP-Link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公司哦。为什么它被称为华为小任正非？它是没有上市的，而且非常的传奇。他们赵建军他们2兄弟，上海交大硕士毕业之后，就自己做路由器，你上网那个机器。那一开始这个机器是谁的？你知道吗？是美国的思科或者是 AT&T， 甚至在中国是华为的。可是这2个民营兄弟竟然做出这个产品，而且大受欢迎，卖到全球120多个国家，经营到600多家经销商。
你知道全球市场34%以上是它的都是 TP Link， 这也太强了吧！所以它打败了思科，打败了华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路由器的龙头。那如果这个人花100万美金完成了真心话跟大冒险，加入美国队之后，那接下来大华为、任正非，那华为公司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洗白身份了？所以这是一场投名状的战争所以今天小华为如果这一招金卡它真的过了，美国司法部、美国政府都觉得说好，你的投名状我收到，我也知道你的忠诚了，你解了套了。其他的中国的这些厂商，甚至比它大的还要厂商，他们也会循这个模式，通通都加入美国队。所以一个一个都会玩起真心话大冒险嘛。我只花100万美金，我可以保住全球1/3的市场，对，划不划算？划算，很划算。就一样，今天美超微事情，如果你好好坚守美国队的立场，你就不会像美超微一样。所以现在有个公司可能很后悔，现在他没有加入，拿到所谓的川普金卡，这个公司叫 Meta， 是 Meta 收购的嘛？对，他的整个团队卖了20亿美金卖给 Meta， 自己的创办人萧红还是变成 Meta 的副总裁。结果现在中国在对他做什么，你知道吗？把他的涉案人员，意思就是说，你把公司卖给 Meta 是违法的，而且高层是管制出境的。如果这个公司当初在收购的时候，我就已经赶快去买川普就业金卡。对。在卖给 Meta 之前就做好这些事情，中国政府敢做这些事情吗？我就逃到美国去了，我还怕你嘞？对，所以现在就被查出来什么？这家公司虽然做了一件事情啊，70%的员工裁撤啊，然后把行政中心研发移到新加坡，但是没有用，现在就被中国堵住了。那我们就可以从头来看这件事情。这个被称为中国小 DeepSeek 的公司，如果走了所谓的川普就业金卡这条路的话，那是不是会真的如你所说了，一家一家公司纷纷纳投名状，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那整个 AI 科技的世界主导权还是会回到美国的手里。文姐，我们刚刚看到，光是一个晶片，光是一个伺服器，那个杀的跟什么一样，就知道这种 AI 战比什么都还重要。尤其在台湾，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要靠的是台积电。台积电过去就是2个对手，一个叫 Intel， 一个叫三星。Intel 我们讲很多次，对，它应该就差不多那样。但是我没想到的事情是，现在连三星也要跟着倒了吗？是应该这样讲哦。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代工这个部分啊，台积电一直是一个人的武林嘛，到现在都占有70%的市占率，真的吓死人。他去年赚了330几亿美元，结果你知道吗？三星赚多少？30几亿美元，笑死了，太多了。对，可是我跟你讲，更夸张一件事是什么？哇，现在竟然连海力士啊，它的营收啊，在去年竟然首度超越三星哦。NVIDIA 过去在这个高频宽记忆体里面，它的大单全部都是给这一个 SK 海力士。对。那从那个现在第4代就是 HBM4 开始，那你也知道，人家个大客户啊，那个辉达就想，我一直给你 SK 这样子好像也不好，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扶植第2供应商？所以就把一些单子给了这个三星啊。对。那给了三星之后，三星人家想说，哇，好不容易的机会，我要力图表现，所以他在 HBM4，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他呢，这一个记忆体的晶片一样是用10奈米的第6代，但是他已经比那一个这个 SK 海力士的10奈米第5代好一点点哦。对。但是他在这个逻辑晶片上直接杀到4奈米呀。你直接杀到4奈米，然后你 SK 你是多少？你 SK 你是用台积电12奈米，所以 SK 海力士做了一件事，他什么事呢？他说从下一代第7代的高频宽的记忆体，也就是 HBM4E 这里，我宣布我这个逻辑晶片我要直接采用台积电3奈米。哇塞，你4奈米你还用你自己的？我告诉你，我用台积电的3奈米把你打得死。所以那现在人家就说啊 ，SK 海力士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一招？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发现哦，这个全球顶级的这一些客户啊，对于 AI 的算力需求，哇，深不见底耶，就说，所以他现在就担心，我不可以把 NVIDIA 这个大客户让一点点给三星，我一旦让了之后，完蛋了，那其他的 OpenAI 什么一大堆，是不是也跟着会找三星？所以那这样下去之后，我失去了不行，我就是从头到尾，尤其他们不是推出一个什么那个 Vera Rubin 的 Ultra 这一个部分，它是最高阶的一个旗舰版本啊。这个最高阶的旗舰版本是采用第7代的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那我当然要
制霸，我就是要把它抓得紧紧的。他超狠的，我一口我都不要给你。对，什么肉啊、汤啊、肉末你也别想了，休想啊！尤其是我们自从有了这个 NVIDIA 的挹注之后，我这个首次超越你。所以你现在来看哦，三星要完了。我跟你讲，这一招真的很狠哦。SK 海力士趁你三星病，要你三星病，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去年其实韩国一直在讨论罢工嘛，各个这个科技厂的劳团都在罢工，就说你们老板赚得盆满钵满，你也没有分我们劳工啊。结果 SK 海力士率先就宣布说，好，我们加薪。结果一加薪下去之后，美的为什么美的呢？加薪下去之后，三星突然发现，人家 SK 海力士薪水比我们高，连他的奖金啊 bonus 啊，竟然是我们的3倍。那我问你，如果你是三星的员工，你会不会冰的？我不做了，对，我去SK 海力士就好了。对。而且呢，除了 SK 海力士，其他国家什么特斯拉也一直在跟韩国说你来了，跟他招手嘛。对。所以现在他们不是我们之前有讨论嘛，5月份啊，三星的工会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投票，要罢工，5月21号开始展开18天。我跟你讲，如果这个18天罢工一下去之后，三星的平泽的这个产能直接砍对半。砍对半之后，我跟你讲，三星哇，呆鸡大雕啊，有没有？这个他们劳团的人，对，你看哦，这个人说什么？崔成浩说，来，我们看到这一段，他说，如果我们是业界第一的话，就该获得第1名的待遇啊，这才能激发员工的斗志，提升三星的竞争力。但是不好意思，三星已经不是第一了，对，叫错了。不是，我现在就看三星有没有脸去讲说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第一了。SK 海力士多强，他把我玩死了。你好意思这样吗？你好意思这样谈吗？现在人家就直接跟你讲出来，而且是他们韩国自己的媒体自己讲的。他说，现在除了这个记忆体还可以赢中国之外，其他30个所谓的半导体的领域里面，19个。全部都输中国，这不是开玩笑哦，这是韩国产业经济贸易研究院做的哦。对，他输中国了。他就说，你知道吗？包括机器人啊，那个电动车啦、电池啦，还甚至连家电啊、面板，全部都输中国。所以呢，他们后来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天哪！原来中国制造2025唯一达成的目标就是赢了韩国，所以他就觉得说很讽刺，你知道吗？那最后还是当然要回到我们的那个台湾台积电，哇，多漂亮！你看第1名，对不对？第1名人家是337.23亿营收美元，然后结果你看一下第2名。33.99亿，真的笑死！这第1、2名差太多了。对，然后我跟你讲哦，我们的尾数是37亿美元，我们的尾数37亿美元都比它的全部的33亿还要来得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体市占率上我们是71%，而韩国他们原本还有7%，现在竟然掉到只剩6.8%。可是你看第3名是谁？是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我跟你讲，人家中芯国际去年第4季还赚了24亿多美元哦，搞不好这样比来比去，真的哦，今年说翻盘都不一定。中芯国际我们在关键时刻我们讲它很多次了，有够烂，都靠补助，然后什么一大堆，对，还要追上三星，对，也搞不好有可能哦，三星也太惨了。所以现在真的要看关注重点是什么，就是它5月的罢工是不是真的罢得成？如果有罢得成嘛，那三星可能真的会非常危险。请问老师，现在韩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李在明？我们一直讲李在明的政策一直出很大的一个错误在上面。李在明真的是不知悔改哈！你知道，在这个今年的每一年的大概都是这个时候，大概在3月的时候，韩国跟美国就驻韩美军呢，都一起举行所谓的自由货盾的这样的演习哦。对。那这个联合演习来讲的话，过往都是应对北韩而来的，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本来这个演习是在3月9号到3月19号举行的，这11天的举行当中，你知道吗？连北韩都大张旗鼓的去发射10几颗弹道飞弹，丢到日本海左右哈。那北韩都已经丢出飞弹来的话，你知道韩国多扯吗？韩国的国防部竟然在发布这一次演习来中，只有1篇新闻稿。对，也就是说他刻意去低调，那绝对是李在明下令的嘛，叫他的国防部来讲的话，不要大张旗鼓哦，也不要宣张声势。朝鲜日报中文版怎么去说这件事情？他说，韩美军演结束后都无人知晓是否进行过……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份宣传材料，就是一则新闻。是啊，那你到底要不要军演？那去年来讲的话，同一个时间来讲，总共有14篇的新闻稿，今年只有1篇新闻稿。而且你知道，去年在野外的这个机动演习来讲有51次，今年只有22次。也就是说，当然这个规模缩小。但是人员来讲差不多一样，但重点是说，你南韩政府为什么要那么低调呢？对，你干嘛那么低调呢？怕什么？后来有人讲说啊，这个就是李在明怕说要这个避免刺激北韩了。但问题是，你在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很想跟北韩、跟金正恩见面，然后跟他一直友好关系。其实北韩都不理他。对，所以你等于是这个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的概念啦。但重点是说，你这种做法的确得罪了美军。你知道美军来讲的话，他驻韩美军他是很大张旗鼓的在宣达这些事情哦。在这个驻韩美军的相关的这个社群网站当中，你知道说他们怎么宣传的？比如说，这个他们使用阿帕奇的这个直升机啊，他们使用这个第7空军还有第8军团等等下属的这样的一个直升机来进行这个机动的展现呢。另外还有所谓的太空军，它也出动了。对，同时间呢，它里面有提到说，如果当你看到所谓的阿帕奇直升机的时候，就知道了已经是太晚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被锁定了，你已经被攻击了。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它有在宣传方面来讲，美军呢提到了说今晚就战，一起上吧等等之类的。你可以看到美国方面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在宣传这件事情。那相对的韩国这边的官媒来讲的话，还有韩国的国防部竟然如此的低调，那就是代表说什么事？两边来讲的话，感觉那种味道不对了，你知道吗？超奇怪，美国在喊今晚就战，一起上吧。你知道这个演习有多重要吗？这个演习是预备为将来2030年的时候，驻韩美军的指挥权要转交给韩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历程。因为这当中来讲的话，它其实的演习科目当中有包含说我们怎么把这个指挥权交给韩国部队来进行朝鲜半岛的相应的指挥。那距离现在也才只剩下3、4年时间，因为李在明在位的时间到2030年，对，所以他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把驻韩美军的指挥权移交到韩国手上的时候，这时候你给我搞这些有的没的，美国怎么会放心把这个指挥权交给他呢？对，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双方来讲的话，接下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以及双方的矛盾可能在演习之后陆续会不断的出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演习当中来讲，大家好来好去不想给对方难看。但是如果李在明继续这样子下去来讲的话，不仅是驻韩美军给你难看，说不定接下来川普也会给李在明难看。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